岁，来自哈尔滨，自由职业。有请马先生，有请。女嘉宾陈女士，同样38岁，来自哈尔滨，家庭主妇。来，有请陈女士。欢迎两位哈，结婚13年是吧？对。老夫老妻了啊，做了13年的全职主妇。没有，刚开始是工作的，后来因为孩子没办法。哦，孩子多大？孩子今年11岁。今天是谁要来的？我想来的。哦，投诉。免费来的，但是我感觉他是证明点心，我对你的心意，对吧？你什么事情不要老跟免费的东西不好。你平时买东西不也要买那些打折的产品吗？平时是我喜欢去买打折的产品，但是我买打折的产品不是为了咱家居家过日子能省点吗？在生活里他对你好吗？在生活里他也就只能忙他自己的工作，家里的事儿他也不照顾。你到底什么职业？自由职业？干嘛？我现在是做那个网约车司机。哎呦，挺累的呢。对，很辛苦。他在家里他也不怎么给我照顾孩子，接送个孩子也不放心。不放心的话，那孩子你一出差的时候，以前孩子不都我来照顾吗？我又当爹又当妈的时候，你也不是不知道，那个时候有多不容易啊。你当爹当妈，关键照顾孩子不都是2个人的事情吗？谁也没说规定照顾孩子就得我自己照顾。再说你咋照顾的？照顾孩子在家都不给孩子烧水喝，净给孩子买饮料喝。孩子的牙都坏了，都喝饮料都喝坏了，怎么说你还不听，还给孩子喝饮料。家里你在家待2天，家里像进贼了似的，我又回来。那饮料是我买是我喝的，我不抽烟，然后我那个喝点饮料，就这点爱好。家里边你看孩子，我又得看那个学习，那个又得给他那个整吃的，这些家庭事情我不经常做，所以说什么东西在哪儿，那衣服给他放到哪我都不知道，我就得翻出来一样样找到为止。找完再放回去。就放的时候就放不回原样了，因为那家嘛都得互相都收拾差不多了。碗等我回家的时候，碗一个干净的都没有，全在碗池子里，然后那衣服全掏出来。那平时他根本就不，孩子袜子什么都找不着。那我做家务的话，你总是不放心。毕竟你就是做哪方面你都不放心。你上次我接那个换咱家那个灯也是，你看你就像个监工似的，旁边瞅着，俩眼瞅着，那。总是这不行那不行的，那个线都得捋墙走吧，拉的乱七八糟的，然后那个脑袋上出的汗全蹭到棚上了，一点都不好擦，擦不下去。我这不是忙呗，出汗了吗？就是贴墙上蹭上的吗？不会拿毛巾擦的，或者是把帽子戴上，自己没有头发，你自己心没数啊。当时不忙吗？当时忙一着急，就是男人干活都是嘛，哪边顺手先干哪个，整完之后再说嘛。你看你就是总是挑毛病，就给你自己找理由吧你。好，其实这没什么，我觉得还行。有什么最不能让你忍受的吗？有吗？那现在看别人买房子了，非家里条件不好，非得也要买房子啊，就整天现在什么事儿都能扯到房子这儿来。假如说楼下有一个收垃圾的了、敲桶的了，他要是白天在家休息，他也不乐意，嗷嗷跟人打架，整得我跟楼下邻居我都一点面子都没有。然后他要是在家要是感冒了，也说这房子不好，给他冻感冒了，什么事儿都能扯到这儿来。我俩就是因为这事儿总吵架，我都跟他生气，我都受不了了。哦，那买一个呗。买一个现在家庭条件也不允许啊。哦，买不了。本来现在因为他就是照顾不好孩子，然后我在家就全职照顾孩子，家里也没有那么多收入。我不说想贷款买一个吗？我说向你家亲戚那边借点，然后咱凑点付个首付。然后贷款买一个那个稍微大点的房子，这样离学校也能近点，接送孩子也方便一些。你就是不干，老对我，你啥贷款我来还。我家亲戚，你咋不上你家亲戚借点呢？你把我这辈子拉进来了，然后把我家亲戚你还都得拉进来呗，还都得搭上呗。那看我家这边亲戚，我这不是跟他们说不上话吗？你家那边你不？那你说不上话，你就给那我能说上话，我就得我老说呗，就全指着我吧。哎呀，这日子过得，其实你也能听到那种小幸福感，因为还有追求的是吧？那我接着问啊，这房子现在住这房子是谁的房啊？现在房子也是他的名啊，我媳妇的名，应该是算他的房子。我俩结婚以后那个买的，反正小一点那时候。你们俩结婚的时候买的？结婚以后买的。结婚以后买的。结婚我俩那个攒的，然后买的，反正小一点的现在。但是我觉得住着就将就住着吧。
因为毕竟还算是有一个家。哎，你还别说，这个家跟很多家不一样啊。就很多家是女主人挑剔，哎呀，怎么还不换房子？这个家是男主人挑剔，是吧？因为这个房子吧，供暖也不好，就说是房子也小，孩子也大了，你给他一个独立的学习空间想，然后接送孩子也远，尽量近一点他就接他，因为他也不愿意开车。我想这样方便一些。他就是那个思想改变不过来，我感觉。那现在就是为这房子闹是吧？啊，什么事都有，有时候是他现在还好意思跟我说开车接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大多数部分我感觉他是为了让我接他。啥意思呀？他有的时候就半夜喝完酒让我去接他去。啊？让我开车接他，他觉得他有面子啊。有的时候跟朋友在一起就是聚一聚，不经常，偶尔的时候就是。那跟朋友喝酒有啥用啊？有回家能多照顾孩子，替我分担，这样有多好啊？我看别人家的媳妇人都去开车去接的话，都很有面子。你看你不去，别人家孩子不都大了吗？再说我还是生手，半夜3更的把孩子放在家里，然后我开车去接你去，你能放心吗？你多自私，你咋那么自私呢？我怎么那么自私？一点也不为我们考虑。我每天不也是在外边很辛苦的工作吗？我想这样式这个跟朋友在一起喝酒放松一下，你去接一下子不？你可放松了。那我没想到我开车的时候有多紧张。听明白了，你对这个老公有点不满意是吧？对。你是想让他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公，能够跟你和孩子多待一些，帮你分担一些就可以了。你也不想要那个大富大贵的生活是吧？对，干活的时候长点心。哦，长心，就嫌他糙，对不对？对。你是认为生活还需要笨，是吧？但是我没听见你笨啊，因为有2个细节就发现他不太笨呢，就是干的也不太勤快啊。白天是要睡觉的，邻居敲这个东西他跟人吵，对吧？收破烂的敲东西。晚上是要出去喝酒的，你这干的可不勤快啊。我这个有的时候呢是那个，因为客人呢随时叫车，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半夜10点钟我会出一趟车送客人去个机场了啊，或者去车站了。那你还喝酒啊？那个时候不喝，就是回来会很晚，2、3点钟回来。这样式我白天就要休息，要补觉。休息时补觉的时候呢，我用我家的房子临街啊，一吵睡不好的话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再去开车呢就开不好。哦，他这个就特别不理解我啊，他就感觉我事儿多，其实根本不是事儿多。哎，你跟这个妻子过了13年，好不？这老婆？感觉他家务这块做的还不错，就是有时候事儿特别多。他没什么事儿，他还有事儿啊？很挑剔的，就是说哪块儿。你说你这个袜子，好比说脱下来之后马上就让你洗，你就搁这3分钟，好像他就受不了了，就这种感觉。被窝，你刚出来被窝就马上把被窝叠起来，非常，就是我还没等反应过来呢，什么就让感觉有点太心细了吧？感觉这些事情想的。你还好意思说我让他叠被？他就是把自己从被窝里出来就完事儿了。啊，吃饭的时候是自己从椅子上吃完饭了，把自己移动走了就算完事儿了。所以说，你怎么说他？你叮嘱他多少遍，然后他不愿意，然后我还生气。你是家里的甩手掌柜是不是？马掌柜的啊。你们平常吵架吗？会？吵。也吵啊，吵得也挺厉害的。我看他能跟你吵得起来吗？能吵得起来。他平时吧，你看他笑呵呵，他其实是长个笑面，就是他不是很高兴的时候，在外面他也是看着他是笑呵呵的啊。但是你要是真是跟他吵架的时候，他那个样要是要不笑的时候，你看着心都颤。为啥呀？他特别犟，特别倔，他跟你气，他恨不得当时跟你吵的时候，一下子给你干灭火，他才舒服呢。干灭火啊！你干灭火过吗？那有的时候给我气的，我这真是无力了，我指都哭了，跟他都吵不起了都。啊，就他也挺能吵的。对，他能吵，而且他非得占上风，吵够了，然后他走了，我这边还气的都不行了，他恨不得都生气的都生病了。完了他再回来，他没事了。我是跟你讲道理，有的事情，有的时候把道理讲，让你，我不是那种不讲理的吵，对吧？我是都跟你讲道理，什么事情一点点的。我跟你讲道理的时候，你咋不听呢？你就觉得我讲的是没道理。听明白了，这是在现实社会当中很多夫妻面临的问题，是吧？一方面是生活的压力，一方面是婚后那么多年了，怎么让这个婚姻有一些魅力。
再加上随着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层出不穷的问题，所以就这样，对吧？你们看怎么办吧？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有一句名言哈，说再般配的婚姻，也有200次想要离婚的冲动，有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念头。所以其实你们的婚姻生活啊，在很多的这个夫妻的婚姻生活当中，都有类似的感觉，就大家过日子都是这样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互相抱怨、互相埋怨。男人大部分都是甩手掌柜子，女人大部分要操持家、管孩子、管丈夫。所以，我觉得你们2个人可以这样试一下，就是换位思考。你过一过他的生活，让他过一过你的生活。你在过他的生活当中，你可能就会知道，他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些不易。丈夫在过妻子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理解到，他操持家里面事事，不管大事小事，每一件事其实都很繁琐的。就女人在家操持家，你以为很轻松，起来收拾家，做个饭，送个孩子，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的。所以换位思考，多理解对方。最后送你们一句涂老师的名言，就是男人要学会赞美，女人要学会鼓励。谢谢。好，来，徐总。过得挺累，是吧？但13年也过来了，你们俩的其实，在13年当中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就是你主内，包括孩子的学习，包括家务，接送孩子、照顾孩子，基本上都落在你身上。对。因为家里这摊就是你要打点好了，老公只需要去挣钱，对不对？因为他也很辛苦，网约车这种不确定性的压力给老公其实是很大的。但就近这件事儿是你觉得不能忍下去，一定要到这个舞台上来说一说的事儿。这件事儿错在谁呢？就房子这件事儿，错在你老公。我们这么设想，房子这件事儿是要靠钱换来的吧？你们家谁负责挣钱？肯定是你啊，对不对？拜托，房子的事儿你去想。你不要又把这事推给老婆，所以这会儿你老婆觉得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那你的贡献何在？所以说你的贡献、你的价值，包括你相对应的责任就在这儿啊。房子事儿一定是你解决，如果你解决不了，拜托你不要把火气撒在他身上。你可以就负责把自己挪出被窝，从饭桌也移开，可以。你老婆没有什么怨言，但是拜托你在做这2件事儿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对方还要给你叠被子，还要给你做饭，还要收拾碗筷，你能不能表达一些心意呢？什么心意呢？第一，继续努力地挣钱，把房子的事儿搞定。第二，能不能有些小的礼品、小的心意？不在乎这花儿是免费的，在乎的是心意，在乎的是你对他那份，让他能感受到你是在乎他的，你是认可他的劳动的，你是感激的。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吗？知道了，去做吧。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我只说3点。第一点，生活的主色调就是无奈的，你承不承认？很多家庭就是这么生活的，就是很累的，就是无奈的。你不想那么早出去跑车，为了生活你不得不这样，对不对？你性格很内向，为了生活你不得不跟别人去交谈，去推销自己。生活本来就是无奈的，谁不是无奈呢？说白了，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挣扎，就是比在无奈之中谁活得更加精彩而已。你说哪个家庭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呢？所以没什么好抱怨。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到第2点，虽然生活的主色调是无奈，但是日子得有盼头，得有希望才过得下去。而这种希望，其实从某种条件下来说，就是人生活的态度问题。生活虽然现实，但我们得有态度，对不对？这种态度往往有的时候就体现在你是否为将来做计划，你是否为之努力。我们不能说生活是无奈的，我们就不努力，得过且过，破罐子破摔那是不行的，我们还得努力。就比如说你的丈夫，其实有一点我觉得他倒做得不太对。我不是说他能挣钱就对，而是他还没有更努力。
你跑网约车，我听他刚才所描述的，你跑的单子还算挺少的，哪有你那样早上睡懒觉，晚上那么早回家的？你完全可以多跑几单，你不能只跑那种去机场的大单，其他的是个小单，你不跑吗？你有那么多时间去喝酒吗？你还不够努力。如果你不够努力，就不要谈买房子的事儿。如果你想换大房子，对不起，不是去借钱，而是自己更努力。第3点，自己不出力的事情就不要提要求。比如说，我不做饭，我就不对饭菜有要求，我还挑这个挑那个，对吧？我平时不干家务，我就不去挑干净不干净，我自己没干，我没有资格挑。所以总结以上3点，幸福是要靠争取、妥协和权衡来追求最大化的幸福，不要老是抱怨。就这样。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听明白了。70%的人都是这样的生活状态。慢慢来吧，我是觉得你们没问题，挺好的，好好过吧。量力而行是生活最大的真理，就不要比较。生活最怕的是比较。他们家大房子，你去比得了吗？比不了。都别急了，也别较劲了，啊，开开心心的回家过去吧。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说2句好听的吧，老妈。老婆，那个这些年一直由你来操持家务，很辛苦。那个我有些地方做的都不对，但是你也应该看看我的优点。我毕竟还在外边努力的工作，还有咱们这么大的儿子，希望你能原谅我一次。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也能体会到你的辛苦，所以说有的时候小来小去的事儿，我也不跟你一般计较啊。你少干点活什么的，家务什么的，我也不跟你计较。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有所改变。如果你继续不改变，把我对你的这种好当做是一种应该，所以说以后我觉得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对咱俩谁都不好。所以以后我就得看你有没有改变吧。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我觉得我会生活得更累，因为我们毕竟年岁越来越大了。临了还要威胁一句：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啊！你要真吓他，你就别出来了，他就变好了。好了，13年的夫妻日子就这么在磕磕碰碰之中也就过来了。现在突然妻子觉得丈夫提出了一个让她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叫房子。于是整个婚姻的无力感和过往的那些琐事就变成了夫妻之间的冲突和导火索。其实这一切我相信会过去的，因为回到生活本身的时候，他们还是会选择低头和继续。好了，那几天喝古方红糖在这里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请开门。跑过去啊，还4平8稳的。老妈记住啊，这个其实情感关系里面有个最重要的是互动。就也许你很反感送小礼物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老婆是这么一个人的话，你不妨就给她。那有些女人还反感老公老送小礼物，觉得你这人事儿的，装不拉几的，是吧？所以娶个什么媳妇儿，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她，好吗？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老妈，你一会儿浪漫一点啊！哎，谢谢。
来，我们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说话呀，老婆，我爱你。跪下。在梦里全是你，不要再迟疑，把我抱紧，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哎，你们俩得有多久没抱过了呀？我觉得你们俩让你们俩拥抱的时候，你们俩都特别尴尬，是吧？有多久啊？有很长时间了。啊？很长时间。多长时间啊？从在家也没有这样，再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也不好意思这么。哎呀，所以老麻是要换房子啊！哎呀，理解了，理解了，来，拿走吧。请回吧，两位，谢谢啊。谢谢主持人。老麻心里苦啊。